各位兄弟好，今天是2026年4月初，胡志明回来以后一直想做個泰國行程的總結視頻，再就是整理個文字攻略，所以一周沒更新視頻，加班碼字好幾天，終於是完成了曼谷的攻略，整整18頁內容，算是韋少的心血之作。裡面不光是自己親身體驗的經驗，還有幾位前輩老哥在曼谷多年的智慧積累，絕對是能讓兄弟們少走很多彎路。看完後從小白秒變青銅，甚至是王者。攻略已經放在 TG 群上了，領取資格也在群裡說得很清楚，細看一下，節省大家時間。另外，最近 TG 群有一系列變化，上了很多新的內容，兄弟們可以關注一下。OK， 這期視頻我是想趁着剛從曼谷回來不久，記憶猶新的階段，好好總結一下曼谷的行程，通過這次的親身經歷，設計出一條小寶曼谷4天3夜的玩法。如果兄弟們認同這種方式，視頻點讚多的話，後面胡志明、河內也會出相同的視頻。OK， 開始。首先，這4天時間，我們先把每個白天都留給傳統景點和在酒店睡覺補充體力。這裡不細聊，重點是計劃下午和晚上。第一天下午日岸，晚上 RCA 打野。日岸在這裡我就不細說了，視頻拍了很多，攻略裡也對曼谷日岸從分類、價格、環境進行了多維度分析，還包括了8家日岸店的具體信息。兄弟們可以自己去看。我們重點說一下 RCA 打野。這次我在曼谷前後待了9天 ，RCA 的酒吧給我的印象最深，下次肯定還會去。我心目中曼谷各項玩法的排名 ，RCA 打野大於劇本殺，大於蛇美，大於日岸，大於娜娜廣場，大於帕蓬夜市，大於泰域，大於高端夜總會，大於牛仔街。這個排名裡，娜娜廣場之後的項目，在我看來就是雞肋。好不容易來趟曼谷，不去吧有點可惜，去了吧又浪費時間，而且現在價格也不便宜。所以我的建議是，如果兄弟們是第一次來曼谷，剛剛打開探索夜生活之門，那我覺得是要把這些傳統區域都逛一遍。畢竟任何經歷在探索初期都會成為寶貴財富，但是之後再去第2次，大概率就會覺得膩。咱們今天設計的路線也是新手視角，老司機不需要看。然後就是為什麼會把 RCA 打野放在第1位？我感覺這裡就是來曼谷玩的最終歸宿。這次去的 Noix 應該是我這趟曼谷行程中最有意思的地方。雖然喝斷片了，還差點丟了手機，但絕對不影響給這裡打個高分。曼谷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國家，酒吧這種地方一夜情真的是太正常了，剛點完酒就能直接跟你旁邊的妹子親親抱抱舉高高。但也有個現實的問題，自己身體要好，能喝酒能熬夜，在酒吧裡得陪妹子熬。如果酒量不行或者不能熬夜，那就別來曼谷酒吧了，基本也就和打野無緣了，老老實實花錢吧。想來酒吧打野的兄弟，我建議是直接玩到4點打烊，才能體驗到酒吧精髓。但一定不要像我一樣，早早的自己喝斷片了，耽誤事不說，還丟人。說幾個重點：第一，酒吧門票一般就300泰銖上下，會給你一個消費券，可以買啤酒或者買洋酒抵扣。第二，去酒吧的時間建議11點以後，凌晨1點之前。去太早沒人，去太晚沒座。我們那次是9點多到的，實在是沒人，就在外面溜達，一直到10點多才進去。那會兒也是沒人，我們看到有個單身妹子站在散台，就湊過去，在她旁邊開了個桌。老實說，走近一看，實在不是我的菜。不過也沒其他選擇，就想先喝起來。這是我們犯的第一個錯，就是把酒量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，導致後來我和飛哥很早就沒了戰鬥力。11點以後，酒吧開始慢慢上人，服務員看飛哥給小費大方，就主動問我們看上哪個妹子，他去幫忙叫過來。一開始我以為是他有熟悉的 PR， 結果他的意思是指酒吧裡所有女生，只要我們覺得好看，他都會去幫忙問，還開玩笑說男的也可以。然後我就和服務生一起在酒吧來回走了2圈，真是沒挑到。一是因為我大越南來的眼光還是有點高，二是很多桌都是有男生陪着，這也是我們犯的第2個錯。其實完全不用去在意有沒有男的，看上就衝，在泰國很正常。總結一下，泰國酒吧裡的女生分2種，一種是邊玩邊工作，玩第一賺錢隨緣，碰到機會就賺一筆，沒碰到就當出來玩一晚。第2種純的玩家，說不定家裡有礦。之前視頻評論區有眼尖的兄弟發現我視頻裡那妹子手上戴着牢，頭上帽子是巴黎世家的，所以到底是誰在打野？服務生轉了2圈都沒看到合適的。這個時候飛哥已經和左邊桌的老窩妹玩得很嗨了，我站在邊上一個人喝酒，有種很礙事的感覺。差不多到12點的時候，我們右邊的桌子來了3個妹子，酒還沒點呢，我们就聊上了。其實我和飛哥都更喜歡右邊這一桌的妹子，但老窩妹明顯不想和這3個妹子一起玩。沒辦法，飛哥就在左右桌來回騰挪，雨露均沾。但老窩妹估計也看出來了，用微信問飛哥要不要和他走，後面跟了個6000泰銖。他這麼一提，也算是給了飛哥個台階。婉拒之後就徹底挪到右邊桌了，但也看得出在這裡花錢吃宵夜性價比很低。再說一下我們右邊這3個妹子，其中一個妹子長得是真符合我的審美，能打個8分，當然飛哥也看上了。這裡有個細節，我和飛哥當時已經喝得有些醉了，不自覺的一些在越南 KTV 裡的習慣就表現了出來，大家懂的。但是這幾個妹子對摟抱這些還是挺抵觸的。
飛哥有幾次動作比較大了以後，妹子就站到他对面了，但完全沒影響氣氛，該玩玩，該喝喝。後來我們分析，大概率還是酒沒喝到位。有個前輩就告訴我，在泰国酒吧一定要先玩遊戲喝酒，喝開心了，一切都不是問題。有一条打野定律，就是在酒吧太妹沒玩開心的时候，是不會提前離場的。你想，這些妹子打扮得這麼漂亮，不就是為了來酒吧享受男人注視的目光？剛到酒吧你就想把人家帶走，肯定是不願意啊。他還沒玩夠。其實，在酒吧打野，不能說是過去看兩眼沒有合適的就撤，也不能說上來聊兩句你就帶走。有這種想法的話，很難成功，除非你長得非常帥，有條件被打野。要不是的話，就得靠時間來熬。該說不說，不同國家的玩法習慣真的太不一樣。另外，泰國妹子喝酒不是一般的猛，來玩的兄弟千萬做好準備。這幾個妹子玩遊戲喝酒是一點不打酒官司，而且還會主動幫你喝，結果就是沒喝幾輪我就醉了。後來因為醉得太厲害，徹底斷片。從酒吧出來吃飯，回酒店的過程一點都不記得，還把手機丟了。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妹子後面是跟我回了酒店，現在還有聯繫，而且是她經常主動和我聯繫。這一點在越南真是不可能，聊久了才知道他們三個都是清邁人，在曼谷讀書，所以 Onyx 是我在曼谷玩的最開心的一次，也專門做了一期視頻，有興趣的兄弟可以去看一下。這樣第一天行程就結束了，我們再說第二天。我的建議是下午泰浴，晚上蛇美咖啡。為什麼下午去泰浴？其實好處很多，老師精力好，房間相对衛生。晚上去蛇美咖啡邂逅，可以连着旁邊是娜娜廣場一起逛了。這3個地方我就不在這裡贅述了，攻略裡說得很清楚，按照上面的建議，肯定可以避不少坑。再說第3天，下午可以把前2天體驗好的項目再玩一遍，一樣的項目，不同的店家。比如感覺第1天的日暗不錯，上次體驗的是韓式，這次就體驗中式。如果覺得泰浴好，上次去了黑魚子醬，這次就去瑪利亞。總之第3天的行程相對激動一些。最後一個晚上留給 Agogo， 這也是我想重點說一下的。Agogo 是體現泰國夜生活文化的標杆代表，但我這次體驗非常一般。曼谷的3大 Gogo Bar 區域，娜娜廣場、帕蓬夜市、牛仔街，幾乎都成了遊客觀光區。也就意味着價格高，服務差，還存在一些坑騙的現象。2026年初，尾哨實測價格，bar飯基本是2000泰銖起，根據時間早晚上下浮動500泰銖。在娜娜廣場，我和飛哥從1樓轉到3樓，又轉下來。顏值我只能說很一般，還趕不上芭提雅的6項。但是裡面的服務員是真的敢開價，好像完全不考慮菜品本身的質量，基本都是3000起步，加上 bar飯輕輕鬆鬆過5000。具體價格就不在這裡聊了，攻略上都有。所以我這趟行程體驗最深的一個就是泰國的 Gogo， 是所有項目中最坑的一个。兄弟們去泰國真的就是把它當成個景點來逛就行，萬花叢中過，片葉不留身。OK， 前3天的行程計劃完畢，最後通常只會有2種可能，累倒在酒店裡，或者需要和認識的女朋友吃飯道別，所以上飛機這個時間就不用再做計劃了。OK， 今天視頻給大家設計了4天3夜曼谷行程表，也重點分享了尾哨在曼谷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2個項目，其他項目都在攻略裡。油管主頁有 TG 群鏈接，加群有領取方式。OK， 兄弟們，下課，拜拜。